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周才结束任内首次访华之旅，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却再次强调，在涉及最先进的技术问题上，美国仍将持强硬态度。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华为发布的新款手机在美国引起热议，一些美国媒体开始带节奏炒作，声称这意味着对华制裁手段失效。美国的两面派态度不利正常经贸往来，给中美经贸关系再添阴霾。近期，中国企业华为发布了最新款 Mate 60 Pro 手机。由于美国自2019年以来就对华为进行了芯片断供、打压制裁，该产品一出就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高度关注。然而，美国的态度值得玩味，部分媒体和政客开始无端炒作。拜登政府对华制裁力度还不够，不足以遏制中国取得技术进步。对此，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5号声称，无论如何，美国都应该继续实施对华技术限制。My Bloomberg colleagues reported that Huawei has reached a breakthrough with its new smartphone that shows it's using the most advanced chips produced by Chinese chip maker SMIC. I'm wondering how concerned you are about this development, and does it prove that U.S. export controls are failing? I'm going to withhold comment on the particular chip in question until we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recisely its character and composition. And from my perspective, though, what it tells us, regardless,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ntinue on its course of a small yard, high fence set of technology restrictions focused narrowly on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not on the broader question of commercial decoupling. 实际上，美国政府近年来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接连出台对华限制措施，在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多次声称小院之外的领域会对华开放，但管制措施的范围和程度却在逐步收紧。就在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对此，美国芯片巨头们早就发出警告，称不论拜登政府发起怎样的制裁，都不会阻止中国科技进步，反而会倒逼中国加倍努力，打造出美国技术的替代品。华盛顿邮报发文直指，华为发布新款手机证明，美国对中国企业和实体的各种打压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终损害的是美国企业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刚刚结束任内首次访华行程回国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在广泛接受媒体采访时宣扬，不会在所谓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不会向中国出售最先进芯片产品的论调。Export controls are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not an economic advantage. So we're going to be as strict can be and as hardline as possible, denying China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hips. But we're also going to sell, like I said, billions of dollars of less sophisticated chips. 但与此同时，雷蒙多同日接受美国主流媒体3档黄金时段节目采访时，对自己的访华行程和成果做出了积极评价，认为有助在两国之间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并强调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及国际社会的利益，必须管理与中国的复杂关系和激烈竞争，期盼中美经贸关系能够趋稳发展。他还列举自己访问上海的经历，来点赞中国的发展成就。They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I was in Shanghai. It's quite stunning to see the progress Shanghai's made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so it's clearly true that when they were more market-focused and reform-oriented, Chinese economy was stronger. 此外，在关税问题上，雷蒙多也表现出典型的两面派做法。他向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透露，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完成正在进行的审查之前，拜登政府不会修改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但他同时承认，部分关税在大多情况下毫无意义。2018年和2019年，时任总统特朗普依据301条款，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数千种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然而，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不到5年的时间里，高额的附加关税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批发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承受了大部分代价。尤其是受关税和中国反制影响最大的行业，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2%以上。
美方其实也很清晰地认识到，特朗普时代开始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对于美方自己呢，其实也是有危害的。当然，对于中美贸易呢，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但是呢，目前呢，从拜登政府决策团队本身来看呢，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将关税，或者说将特朗普时代加征的部分关税，作为对中国施压的有效手段，作为和中国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观察指出，雷蒙多近期的表态再度暴露出美国既不愿放弃恶华制华的企图，却又想通过稳定中美经贸获取经济利益的盘算。他一方面强调中美关系是互利的，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不愿与中国脱钩，但另一方面又坚持对华敌对性、歧视性的管制措施。归根结底，美国并非不看重中美经贸关系，而是意图将中美经贸关系纳入其所谓的小院高墙模式中，以满足美国自身利益。这种状态也正是当下美国在对华经贸问题上充满纠结的真实写照。美方目前呢打的如意算盘，就是一方面呢既能保住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呢又能够永久的垄断对中国的技术优势。美方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啊，和中国进行贸易或者和中方进行交往，本身呢就对于中美双方相互的信任构成了极大的危害。从长远来看，美方实际上呢像这样一种既要又要的心态，注定呢是会落空的。欢迎回来。第78届联合国大会9月5号召开，民进党当局日前又提出所谓参与联合国4大诉求，企图借机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而美方也配合炒作所谓入联案闹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和法理，以各种方式不断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公然挑战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为谋求所谓台湾独立编织谎言，是十分危险的谋独挑衅。第78届联合国大会于9月5号在纽约总部开议，民进党当局为强刷存在感，于8月29号召开新闻说明会，提出包括所谓改善2758号决议，让台湾民众出席联合国活动等诉求，企图借机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和法理，以各种方式不断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公然挑战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为谋求所谓台湾独立编织谎言，是十分危险的谋独挑衅。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明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还要求将台湾当局代表从其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决议通过后，美国等少数国家为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而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成为废纸一张。毛宁还强调，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仅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且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事实上，从1993年以后，台当局一次又一次的在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抛出所谓重返联合国提案。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更是进行一系列政治表演，除了民进党当局以及绿媒等在岛内宣传造势外，还采用各种手段在世界多国报纸和期刊上增加曝光度，同时拉拢那些所谓的邦交国进行提案，呼吁台湾入联。然而，这些政治表演最终均毫无意外地被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否决。对于今天的民进党当局而言，他每年在做这样的一个既定动作，其实他有他自身的相应的政治算计。一方面，他需要向自己的支持者，尤其是向自己的深绿支持者宣示，他没有放弃去加入联合国这样的一个动作，哪怕这个动作是每年都在撞南墙，他也必须要去做。因为他如果放弃了做这个动作的话，就无异于向他的支持者表明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虽然这种行为不断受到相应的抵制，不断的撞墙，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低估这样的一种政治举措对于台湾社会的某一部分群体而言，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今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公然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
法案要求美国在各国际组织中的代表通过意见的表达、投票及影响力，呼吁这些组织所谓抵抗中国试图扭曲有关台湾的决议、文字、政策或程序的作为。该法案获众院通过后，接下来还要送交参议院审议，之后递交总统签署后才能生效。但台外事部门以忙不迭、感恩戴德，宣称美国会举动极具意义，对此表示诚挚肯定与感谢。试图破坏台海现状、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是不断推进渐进式台独、大搞去中国化的民进党当局。是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外部势力，他们才是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